他白天是一名消防员，晚上却跑到餐厅端盘子，周末去市场送菜，在澡堂里打扫卫生。之所以拼了命的赚钱，是因为家里有个聋哑患病的妈妈和一个正在上学的弟弟。就是这么一个勤劳的人，却被阴间大王认为贪财，打入怠惰地狱。巨大的磨盘上有无数的亡魂正在接受刑罚，他们都是生前懒惰被贬于此，承受永世奔跑之苦，稍有懈怠就会被压成肉泥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审判杀人罪的火汤地狱，审判说谎罪的拔舌地狱，审判背叛罪的孽镜地狱，审判暴力罪的深渊地狱，审判不义罪的寒冰地狱，以及审判亲情罪的天伦地狱。亡魂只有顺利通过这7层地狱的审判，才能转世轮回。千百年来，只有极少数的贵人通过了审判。今天地狱又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，他生前是一名消防员，在一场火灾中为救小女孩发生意外，他们从30层的高楼重重摔在地上，小女孩从他身上爬起来跑向父母。可当他走上前询问小女孩的情况时，却没人搭理他。这时他听到身后有人喊自己的名字，金章。危楼下站着2个身着奇装异服的人，自红高呼危险，让他们赶紧离开。可他一转头却愣住了，同事们正围着他的尸体抱头痛哭。原来在刚刚的救援中他牺牲了。黑衣人走上前表明了身份，他们是来自地狱的使者，负责引渡世间的灵魂去地狱接受审判。女使者看起来很高兴，因为生死簿显示自红是极其少有的贵人，她舍己救人，英勇牺牲，是正义的亡魂。距离上一个贵人的出现已经过去422年，自红不愿接受眼前的事实，她不能死，她还有年迈的母亲需要照顾。没等自红反应过来，她的身体就不受控制被悬浮在半空，身后的漩涡将她带进了地狱。这里挤满了刚刚离世的亡魂，他们必须在49天内经过7层地狱的审判，全部无罪才能转世。在这里，他见到了地狱使者的组长，他已经帮助47名贵人成功转世。一行人来到审判地狱的入口，因为自红是贵人，所以拥有优先被审判的特权。可进来之后，使者就傻眼了。自红的第一关居然是审判杀人罪的火汤地狱。要知道7层地狱的审判是由轻到重，也就是自红犯下的最轻罪行竟然是杀人。作为救人无数的消防员，却受到了杀人的指控，这让自红十分不解。组长在一旁解释，如果你因为言行或是网络暴力间接致人死亡，也会受到火汤地狱的审判。原来在一场火灾救援中，自红放弃救助受伤的队友，导致对方葬身于火海之中。火汤地狱的变成大王诉说着自红的罪行。突然他脚下的地面开始裂开，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火海，里面全是犯下杀人罪的亡魂。自红将承受5年被火海灼伤之苦。面对指控，他自责的一言不发。一旁的组长开始为自红辩解，他还原了事情的真相。原来当时队友被石板压住，动弹不得，他让自红先去救受伤的百姓，然后再来救自己。自红先后救出了7个人，可当他想要返回去救队友时，楼房却突然坍塌，这也成为自红心里永远的痛。得知真相后，变成大王十分感动，他当场宣判自红无罪。接着4人乘船经过三途川，来到了怠惰地狱，这里专门审判亡魂生前有没有虚度光阴。负责审判的楚江大王被自红积极的一生所感动，他整天奔波于工作之中，为了救一只猫都奋不顾身，白天上班，晚上兼职做服务员，周末去市场送菜，在澡堂里打扫卫生，夜里还要当代驾，一年365天无休止的工作。楚江大王起身为他的勤奋鼓掌，他问自红是什么驱使你每天都过得如此充实。自红的回答却令在场的人大跌眼镜，돈때문이었습니다。钱在地狱里被称为伪神，信奉他可是大忌。楚江大王命人把自红推下悬崖，让他在磨盘上承受永世不停奔跑之苦。这时2名使者跳入水中拖住主法，组长请求楚江大王再看下业绩。原来自红之所以1人打5份工，是因为家里有聋哑的妈妈和正在上学的弟弟需要照顾，他把赚到的钱都寄到了家里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有休息。看到自红如此孝顺，楚江大王很是感动，最终宣判他无罪。4人继续出发，可在前往第3层地狱的路上却发生了意外，他们遭到无数相貌狰狞冤魂的袭击，这表示自红在人间有直系亲属含冤而死，冤魂在九泉徘徊，所以才引起地狱的暴乱。如果不及时处理，阴间的时间就会变快，他们很难在49天内走到最后的审判。自红首先担心起孱弱的母亲，为了搞清楚状况，组长决定亲自前往人间调查。他来到自红家，看到妈妈正跪在自红的遗像前。既然妈妈没事，那肯定就是弟弟。果然，弟弟的冤魂很快就现身。原来几天前，弟弟在执勤时，新兵的枪不慎走火误伤了他。等中尉赶到，并没有把弟弟送往医院，他怕这件事会影响自己的前途，于是带着新兵偷偷把弟弟的尸体处理。可他们没有发现弟弟其实还活着。就这样，弟弟被他们活埋了。接着，中尉对外宣称弟弟做了逃兵，不知去了哪里。弟弟的冤魂一直缠绕着新兵，终于新兵忍受不了内心的谴责，他将带有标记的地图扔进弟弟家，
正是那晚埋尸体的地方。做完这些，新兵决定自杀赎罪。这时弟弟的冤魂突然出现，他恳请族长救救这个傻小子。可地狱使者最大的忌讳就是干预阳间的事，看到族长不愿动手，弟弟表示只要救下新兵，自己就乖乖和他一起回到地狱接受审判。族长答应了，他斩断了新兵的绳子，还替弟弟传话让新兵好好活下去，不要再为过去的事浪费新的眼泪。我原谅你了。弟弟的冤魂也得到了平息。此时的自红却在拔舌地狱遇到了麻烦，由于他生前撒谎，泰山大王命人拔掉他的舌头。这时地狱使者打开夜镜替他辩护，原来自红一直对妈妈撒谎，为了不让妈妈担心，他谎称自己在外面过得很好。自红还替殉职的队友给女儿写信，谎称他的爸爸还活着，鼓励他好好学习。泰山大王明白这些都是善意的谎言，于是宣判自红无罪。由于自红生前十分善良和正直，所以很快就通过了审判不义罪的寒冰地狱和审判背叛罪的孽境地狱。自红来到第6层审判暴力罪的深渊地狱，负责审判的秦广大王宣判自红有罪，因为他高中时曾无缘无故殴打过弟弟，当时的弟弟患有严重的营养不良，根本没有还手的余地。自红打完弟弟就选择了离家出走，至今也没得到弟弟的原谅。夜镜画面清清楚楚，这次罪名成立。就在自红要被打入深渊之时，女使者急忙连线在人间的族长，族长让他申请累计处罚，因为这一层和最后一层地狱的审判有关联。如果最后一层审判自红无罪，那么皆大欢喜；可如果自红没能通过最后的审判，不但要数罪并罚，就连替他辩护的地狱使者也会受到牵连，剥夺转世的机会。秦广大王同意了他们的请求。自红来到最后一层天伦地狱，这里是惩罚那些对亲人有罪的亡魂，也是自红犯下最严重的罪行。负责审判的是阎罗大王。原来自红高中时妈妈就常年卧病在床，弟弟被饿得营养不良，他对生活彻底失去了希望。他想让康复无望的妈妈提前解脱，然后和弟弟一起服下安眠药。最终自红还是没能下去手，他把情绪全都发泄在弟弟身上，然后离家出走拼命赚钱。内心的愧疚让他15年来再也没回过家。妈妈不相信自己的儿子会做逃兵，于是他来到部队替儿子伸冤，终为害怕事情败露上前驱赶，还恶狠狠地将妈妈推倒在地。一旁的弟弟看到摔倒的妈妈，再也压制不住内心的怒火，只见他脸上的皮肤开始片片脱落，他再次变回冤魂，即使魂飞魄散，他也要保护妈妈。族长想要阻止，却被他一把甩了出去。瞬间巨大的沙尘暴席卷军营，强大的怨念再次影响了地狱中的自红。看到自红陷入流沙，慢慢被淹没，弟弟逐渐恢复了理智。族长趁机收服了他。阎罗大王随即宣判，自红曾试图谋杀妈妈，罪名成立。女使者辩解说，当时妈妈昏迷，所以并没有对妈妈造成伤害。阎罗大王打开夜镜，还原了当时的情景。原来妈妈那晚是清醒的，她不想连累儿子，所以假装睡着了。她知道只有自己不在了，孩子们的人生才会轻松。得知真相的自红哭得泣不成声，她哭着说愿意接受阎罗大王的审判，只求能再见妈妈最后一面。可阎罗大王并没有给他机会。这时天伦地狱地动山摇，原来是弟弟在族长的帮助下进入妈妈的梦境。他告诉妈妈自己成了法官，以后要到天国审判坏人。他哭着说出那晚的事。他希望妈妈能够原谅哥哥，因为是梦境。妈妈说出了自己的想法，她说都是自己的错，是她连累了孩子们，自己从来都没有怪过自红，哪有父母会记恨自己的孩子？这一幕让在场的人都潸然泪下。阎罗大王撕毁手中的审判书，他说很少有人能够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而能够得到真心原谅的人更是少之又少。他宣布自红无罪，可以去转世投胎。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，很多事情等以后有空了再去做，但却不知道世事无常，所以请拥抱身边爱你和你爱的人，不要让彼此留有遗憾。